不是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，不是每段旅程都适合飞翔，不是每次相遇都只是偶然，总有些人在你生命留下温暖。当人潮渐渐消散，谁陪你度过心慌？那些关怀鼓励一辈子陪伴，每颗心都该注满纯真、善良和勇敢。我们都是别人的天使，用爱播种希望。喜乐无常，内心却感动满满，爱能照亮那些孤单的心房，有种力量能传递千千万万。每个人都是天使，让这世界找不到忧伤。我们离婚吧。我一看到你，我就会想起不错。我相信你也一样。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，我们两个都永远走不出这个伤痛的。要我离开你，我做不到。下个星期几时有空？一起到律师楼办离婚手续。我知道你现在心很难受，我们失去了不错。可是，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，一切会好转的。我已经失去不错了，我不可以失去你啊！这种行尸走肉的日子，我不想再过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要搬走，你要搬去哪里啊？我要去爸的家。反正那里没人，我过去帮他打理。这样也好啊，换个环境，我陪你去。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我要跟你去，是因为我要照顾你啊，还有肚子里面的孩子。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。就是不想看到你，想去一个没有你的地方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你真的要这样对我吗？我再这样下去，我会垮掉的。你想看到我这样吗？不然这样啊，每天呢我会尽量的待在房里。如果要出来的话，我可以戴上面具的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要这样，不要委曲求全。你不用走，我走。也好，我也不想离开不错。爸家的钥匙。干嘛一个人坐在这里啊？出来买咖啡啊？怎么这么早就到了？没有啦，睡不着，我就早点过来了。想阿木啊？嗯？光想是没有用的啦，要有所行动嘛！赶快把那个简讯发出去吧。
你怎么可以偷看人家发简讯呢？那我哪里有偷看你啊？我站在你身旁很久了，你自己没有发现罢了吗？你还是不能原谅他吗？我只是要他好好想想，希望他能走出阴影，给自己和对方一个交代。我是觉得他还是放不下过去，你怎么知道他放不下？不然怎么可能无声无息的？会不会是他出了什么事啊？不会吧？你既然担心啊，不就打个电话给他喽？说来说去啊，都是你的自尊心在作祟。通常呢，都是他先找你的，现在要你主动找他，你觉得没有面子是不是？我只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在催他，给他压力。到底是阿木重要，还是你的自尊重要？表哥，怎么接下来整个月你都在值夜班呢？因为夜班呢有津贴可以拿。你不用担心我的，一个星期值1、2次夜班我还受得了，你不用包到完的。我真的是很缺钱用啊，你就不要跟我争了。嘿，晚上睡不着啊？这样都给你看穿了。是啊，失眠的人呢做夜班是最好的，一举两得。我了解你的感受，但是别累垮了，心里需要你的。最近关系怎么样？好点吗？ Well， 不温不火了。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你给他一点空间，一点时间，慢慢的他就会淡忘了。多点时间是多久啊？艾米丽琪啊，是不是因为投诉你，你就这么对我儿子？我不想看到你，你给我走 Sorry 啊 ，Mrs. Tan。Emily， 你去休息。Mrs. Tan， 请问又发生什么事了呢？怎么会派这么差的护士来照顾我的儿子？他根本不会当护士。大家都吃饱了，睡着了，我儿子的食物还没到。哎，我付钱的嘞。我们到会客室谈好吗？ Mrs. Tan， 你应该知道啊，等一下你的儿子 Adam 要动一项紧急手术，必须进食，所以我们才没有发食物给他。难道喝杯牛奶也不可以吗？手术前进食可能会导致吸入性肺炎，甚至会窒息而死。希望你……喂，别咒我儿子，你的死了，我的还没有。我看你误会了，我们没有揍 Adam， 我们很疼，也很关心他的。信你才怪，因为 Adam 不是你们的孩子，所以随便派一个新护士来照顾他，我一定会投诉你们，说你们忽略他，不管他的死活。你是什么 Senior Nurse Manager？ 嘿，一群废物！ Mrs. Tan， 请你冷静点好不好？关你什么事？Mrs. Tan， 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，让我们来讨论如何更好地照顾 Adam。不过你的心声和反馈，我们都收到了，我们会更深一层的去探讨，希望以后可以做得更好，让你满意。现在 Adam， 他真的很需要你，你应该多陪陪他。别给我装好人，我会去 complain 你，complain 到你没发言为止。哼。我出去做事了，别急，歇一会吧。我已经叫 Kate 接手你的工作了。我没事。坐下来再说。
怎么没事呢？无端端被骂，谁也会不好受的。那个 Mr. Stan，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亏我还全心全意照顾他的儿子。我知道，我非常了解你的感受。Mrs. Stan 也是因为他孩子的病，气急攻心，才会说出不理智的话。Sister， 我受不了。我明白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委屈你了。你还好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我们都已经season了嘛，懂得如何减压。我倒是担心 Emily。我去劝了她，希望她能承受得住。我们这一行经常会碰到这些不可理喻的病人和家属。幸好刚才你沉得住气，保持专业，没有发作。忍辱负重也是我分内的工作啊。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，完全不顾及别人感受，让护士的工作变得更艰巨，导致更多人才流失。我会找 Mr. Stan 的先生好好的谈一谈。如果情况没有改善，而为了更完善的照顾病人，恐怕我们得阻止他前来探病，或者是限制他的探病时限了。有必要的话，可能要让警方来处理了。希望不用去到那个地步。不过话要说回来了，这个练背的质地啊，真的是蛮不错的，很耐摔。来，我帮你。在想什么啊？没有啊，眼眶都红了，还说没有？想哭就哭出来吧。这一次我借个肩膀给你。傻的你，你以为我的眼睛是水龙头啊？骗不了我的，你就是硬撑。既然你知道我在硬撑，就让我继续撑下去。当我撑不了，我会找你的。我没事，别担心。只是你一定要等我。Sister， 不介意快坐。当然不介意啊。下班后一起去做瑜伽吧，好久没练了，我的都快硬了。改天吧，今天有点累，想回家休息。不做瑜伽，那一块吃饭吧，叫耀宗。我们很久没去吃饭了。你们自己去吧。怎么啦？他没告诉你我要跟他离婚。为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不是说已经想通了吗？是你说的，是时候放下了。Cheryl， 帮我分给同事吃啊。哦，好，谢谢 Sister 管。
事啊。真的好浪费啊！怎么倒回来了？哦，我是来送便当给经理啊。不是吧？在医院辛苦了一整个晚上，还要回去做便当，特地送过来，你不辛苦吗？哼，这就是我的苦肉计，我的攻心计，够厉害吧？对，家里的晚餐啊，我也准备好了。心里好幸福哦。幸福的人是我，我小气寒酸，一毛不拔。经理她呢，从小就养尊处优，愿意跟着我过我的方式的生活，一句怨言都没有。这样的女孩，夫复何求呢？我就一直觉得你们是模范夫妻，可以互相扶持，还可以欣赏和看到对方的优点。如果离婚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希望你的坚持可以打动心里。不过呢，我还是要劝你照顾自己，注意健康。放心好了，我是铁打的。夫妻之情，从来就不是风花雪月，而是在于日常的柴米油盐，在于米餐的粗茶淡饭，以及从不计较付出的朝朝暮暮。Sister， 哎，经理，早药中啊？哦，应该在休息室。哦 ，OK， 谢谢。我错了，爸爸。我错了，爸爸。干嘛在这里睡啊？不错的，妈妈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辛苦你了。只要你跟 baby 健健康康，这一切都值得。
你应该还没吃吧？一起吃。清醒了吗？原来我是在做梦。你以后不用再帮我做便当，也不用偷偷回家帮我做饭，我不需要。为什么啊？我已经尽量不要让你看到我了。我煮的那些饭，你就把它当成是外卖了，又不是我煮的。就是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，你明不明白啊？什么瓜葛啊？我煮我的，你吃你的啊。你能不能够让我平静地过日子，不要再烦我了？我哪里有烦你啊？我们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说话了，还不够吗？你这样做是在逼我搬走，哎，你是不是要我从你的世界彻底的消失？我明白了，我以后不会再烦你了。你要照顾自己哦。我的事不用你操心，你也保重。心明，你不能这样对耀宗的。你说不想见到他，他为了避开你，这整个月他就选择值夜班。他要这么做，我也没办法。我们都分居了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离开你？你看到他痛苦，你心里会好过点吗？我会，因为是他害死不错的。你理智点好不好？不错的死是场意外，你不能这样自私的。你不可以把你的痛苦发泄在耀宗身上。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分开对我们2个都好。我不赞成你这样做法。这段日子，他像个活死人，过得跟你一样的痛苦。能救他的就只有你了。我连自己都救不了，我连那孩子都救不了，你要我怎么去救他？失去不错，他也很痛苦。你把情绪发泄在他身上，那他呢？他怎么办呢？你也知道，他是真的很爱你，很在乎你的。他的爱现在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，我不能再见到他，只有离开他，我才可以重新开始。心怡，别这样，算是我求求你，算是我求求你们，放过我吧。他说我的爱是一种负担。我的爱什么时候变成一种负担了？对不起，我没帮上什么忙。我不要离婚了。我不要离婚了，大姐。思燕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不生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电话，不回我简讯？因为你忙，有很多客户要见，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。是，我是很忙，不过你这样对我，我完全没有办法定下心来做事。
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，在一起不会开心的，不如好聚好散。我们两个好不容易才在一起，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而分手，我不甘心啊！我不觉得是小事。好，我们现在解决这件事情。我打电话给那天我救过的人，你自己问他，我有没有骗你？不需要，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了，你还是不明白。好，我知道一直以来你都很反对我这份工作，我可以马上回公司辞职的。这不是辞职不辞职的问题，你不需要为我改变什么，你去追求你的梦想。思妍，你不要再说气话了，好不好啊？我可以回去当护士，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。就算你回去当护士，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而且我真的不想阻碍你成功啊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原谅我？你不需要我的原谅，这是我的问题，不是你的。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阿妈，为什么不回房睡啊？哦，现在几点了11点多了。那么迟才回来。阿妈，你还没吃饭啊？我在等你啊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吃过了。下次不吃饭要跟我讲一声，我都走了。阿妈，我又肚子饿了，你可以陪我一起吃饭吗？好吃。很久没有带思燕来吃饭了，下次带她来，阿妈煮多几道菜。阿妈，思燕她以后都不会来了。那怎么了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为什么？是她要跟我分手。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她的事？我没有啊，阿妈。她要跟我分手，我不可能绑住她不让她走啊。我真的被你气死了，我不吃了。喂，阿妈，你没事吧？不舒服啊？我被你气昏了。阿妈。对了，阿妈，是不是早起来了？阿妈做了早餐给你吃。哦，不用了，阿妈，我来不及吃了，我要迟到了。吃鸡骨饭没有时间呢。没时间啊。阿妈有话跟你说。阿妈，今晚你等我回来 ，OK？ 拜拜。哎，这个送给你。OK， 谢谢。呀，不客气。哎 ，Nursley。哎，班长。是。回来复诊了，身体还好吗？啊，好，谢谢你，护士节快乐。今天是护士节，我都忘了。对呀，来，这个送给你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已经不是护士了。哦，好可惜哦，没关系，送给你。再见。龙华，回来跟我们庆祝护士节啊？本来约了文慧，不过她临时换了时间，所以我就四处看看了。这样啊，我们聊两句吧。好啊。最近还有？还好，老样子。你跟思燕怎么样了？她没告诉你啊？告诉我什么？我们分手了啊？不是吧？为什么？我也不明白她在想什么，只不过是错过了一场音乐剧嘛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可能你忙于工作，忽略了她呢。现在我是处于创业时期，难免会把重心放在事业上。不过我已经尽量抽出时间陪她，
他还不满意。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，标准也不同。可能你觉得你已经尽力了，对他来说还是不够呢。那你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是我做的不够多，还是他的要求太高？你都说我是旁观者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我只能说，如果你想要挽回这段感情，就多花一点时间陪陪他。无法挽回了，他完全放弃这段感情了。也许先放弃这段感情的人是你呢。或许我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男朋友啊。我没钱，我不够敏感，我不够浪漫。不过我敢说一句，为了这段感情，我一直都在努力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。现在我的事业算是刚刚上了轨道，我可以为了他放弃我的事业。不过就算我回来当护士，他也不一定会跟我复合啊。你没试过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反正还有一点时间，去看一下老同事也好。哎 ，Let's go。Madam Shen， 你真的报读了护理学院啊？是啊。哎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巴弟龙华，他以前也是我们这里的护士。Madam Shen 呢，是我之前那个病人的家属。你不要看他是个实习护士，他可厉害了，他照顾了他的瘫痪家翁16年了。16年？哇，真的不容易。为什么你们不请女佣照顾他？我没想过这么做。我家翁对我很好，照顾他也是应该的。法德，你也知道照顾瘫痪病人不简单呐，女佣都做不久了。有个像你这样的媳妇真的很难得。Madam Shen 啊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向你介绍一个投资计划。可以啊。我还有工作，你们慢慢聊，先走了。拜拜。请坐吧。你们看，比我给我的，我是有人摸的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什么？护士节快乐！哎，秘书香，怎么你们今天会来的？今天是护士节嘛，特地来拜访啊。欢迎你们，很高兴今天呢看到你们以访客的身份来这里，不是以病人。西蛇旺，我住院的那段日子非常感谢你的照顾。哎，别动。护士节快乐！哦，谢谢。哎，Mr. 张，我没有花。哦，老眼分花，你要不要？谢谢。谢谢你，Mr. 王。哎，这个要麻烦你交给他了。这是 Sister 冠呢，他拿来我这里修补，过了很久他都没有来拿。我知道今天要来，顺便带着，请你交还给他啊。好啊。不得很好，道歉。不必啦，Sister 冠啊，帮了我阿平很多，而且我住院的时候，你们又那么用心照顾我，一定要的，真的要。哎呀，为什么你这样不当我是朋友啊 ？Mr. Ma， 不好意思啊，护士呢是不能接受病人任何形式的好处，请你见谅。哎，老马，你就随便收个意思意思吧。这样啊，10块钱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那我们先走了啊。那我跟你一块走吧。慢走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有没有想我啊？有。你康复的怎样了？对呀，你精神看起来很好哎。我已经 OK 了。今天是护士节，我特地来向你们道谢的。啊？有吗？谢谢。谢谢。怎么那么客气啊？不会啦，这小事。XYZ，谢谢你的照顾，护士节快乐。我也有啊，谢谢。应该的，跟你们的付出比起来，这点小心意不算什么。谁说的？这是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。哇，人这么齐啊！刚才有个神秘人送了一袋巧克力给西索翁，你的。我？哇，这么多啊！哎，大家一起吃饭。谢谢。这个热闹，这个有热闹。没有。谢谢。你说啊，这个神秘人是谁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会不会是安慕？护士节快乐！师爷，有空聊一聊吗？可以啊。
哇，真希望每天都是护士节。你想得美啊！其实啊，只要把病人呢的谢谢当成是礼物，每一个感谢的眼神当成是花，每天都是护士节了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啊，我们已经很幸运了，有一个护士节。你看那些医生啊，做的那么辛苦，都没有个特别的一天啊，来慰劳他们，是不是？也对。哎 ，Cheers！ 荣华是为了事业打拼，又不是去花天酒地为非作歹，你需要跟他分手吗？原来是来替他说情的啊。我是就事论事，就算是被判了死刑的囚犯，也有上诉的机会啊。你这样跟他分手，对他公平吗？我之前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爱心、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，可是最近他眼里好像只有钱。你认识他这么久，难道你不觉得吗？这也不能怪他。你没有穷过，我也没有穷过，我们都是来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所以有时候很难理解他的想法和做法。但是龙华不一样，他从小父母就离异，跟着阿嬷捡破烂过生活，有一餐没一餐的，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。他说过，他穷怕了，他想要为将来打拼，让阿嬷过上好日子。这种想法是没有错的。其实我没有怪他，我也不觉得他有错，这是我的问题。我没有办法接受，我每天要等他施舍时间来陪我，这样的我很不快乐。可是我也不想成为他的绊脚石，所以我觉得，也许分开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件好事。这样子，他可以全力冲刺他的事业，我也可以专心于我的护理行业。我不知道，或许过些日子我想通了就没事了吧。那你不跟他说，你们的分开是暂时的啊？我不想他抱有任何希望，因为现在的我并不可以保证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啊。身为你们的好朋友，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复合。我知道，我觉得龙华到现在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你这个好朋友。我也一样啊。Hello。好，那我现在过去。我要先走了，龙华的阿嬷找我。只要你投资5万块，每一年你就会收到20%的利息，也就是1万块。怎么不接啊？只是我阿妈叫我回家吃饭，不重要的。老实说，经过一场大病后，钱对我来说是身外物。可是我可以支持你，你要签什么就赶快给我吧，签完就回家陪阿妈吃饭比较重要。啊，我还想提醒你，如果还珍惜跟思燕的感情，就必须做出改变。思燕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，不然她也不会转行当护士。你追求财富，想赚到钱没有错，可是要做到有人情味，多关心一下身边的人。我会的。女人是不会讨厌有钱的男人，不过如果浑身铜臭味，就会惹人反感。尤其是像思燕这种女孩，她的要求会更高。好，Richard，我到了。啊？啊，没事，你慢慢来，我等你。OK， 拜拜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好喝吗？好。我有事了，我有事不能等你了，我先走了。
吃饭了，买了很多好料，还有你最爱吃的绿豆汤。起来了，啊！喂，妈，起来吃饭了。阿妈。 阿妈，阿妈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医生说，阿妈的脑血管突然爆裂，才会陷入昏迷。你醒来了。 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我现在在这里了，你醒来告诉我啊，妈。妈。 你要告诉我什么啊，妈？妈，你醒来啊！谁都知道人生无常，可是当事情发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未必接受得到。 为什么一定要从错误中学习，付出让你终身遗憾的代价？还是会走过熟悉的角落，尽量幽默，让笑不那么做作。 兜了一圈，还是回到了原点。你还不了，可以生香雪。你现在身处高位，说话要分寸，不要老是带着刺。嗯。这是我送给你的。我也有礼物要给你。Really？ 万一出什么事，一定要保住孩子。我不敢说护理是全世界最好的行业，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，它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。 我在这个行业找到了自己，找到了生活的意义。是爱，让生命有了重量，也让世界变得不一样。既然大姐哈是干妈，你做干爹啦。